Build 的第1局对决了。蓝色方是 HBS1，红色方是桑杰队。看一下他们的 BP 会怎么做。是，上来海月，那这个其实是挺常规的。对。看来这段时间也是有狠狠的研究我们这些队伍。但我感觉啊，桑杰队这边大概率不会考虑就是把鲁班大师啊这类英雄ban掉。就他们应该是要考虑啊，但是 HBSE 这边主动选择ban掉了鲁班大师，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了。真的，鲁班大师很难练的。对。父子组合难的不是鲁班7号，但是鲁班大师。但是他们这个苏烈，抢得很果断，1抢苏烈，上强度，这个非常少见啊。是，这个就说白了，就对他们的理解，苏烈是一个很强势的英雄嘛，同时在外面又ban掉了3个游走位英雄，那苏烈这个英雄直接选出来，哇！桑杰队这边叱咤加上杨戬，叱咤还是个摇摆位，这个叱咤的选择其实对 HBSE 的谢兰花教练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，因为你要临场做判断，不知道这个叱咤到底是什么位置，且他们在国际服是没有叱咤这个英雄的。是，这个叱咤是可以去摇摆的，他这一把叱咤又可以打边，又可以打射手，然后同时在3楼的位置，桑杰队这边可以考虑，如果以杨戬为前期的主要核心的话，那可以补个朵莉亚，强度也很高啊。这两边上来就是拼着强度去的，这一边一个苏烈加老虎加个沈梦溪，然后另一边又是这个杨戬加朵莉亚，真的是强对抗。是的。那加狂铁是处理掉了，因为对方是可以考虑直接补个狂铁，然后又是撑到了一个上半区的强度。ban蒙恬，蒙恬也ban了，都是合理的。对。这个确实是ban到了一个点子上了，光宇也处理掉了，而且这偏这些战坦一些的英雄啊，也是 JR 这名选手可能会去使用的英雄。而且他们今天其实也看了 Nova 队伍，关羽确实很厉害。小雨哇，小雨这边上来一个歌样，这个强度也高。然后 HBSE 这边是常规的敖影补上，因为敖影确实是对线上面是 counter 戈亚的，然后补了一个司空阵。敖影在他们自己的版本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射手，应该是 T0，因为他那个3火是没削弱过的，非常痛。凭着补一下中轴的线权，其实两边这一把强度都非常的高啊。然后重点就是要看 HBSE 这边要不要继续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，然后多去打一下上野。但这把看起来很大概率是可以去打中上野的，然后让敖影这个点就是抗压，对，抗压就好了。因为敖影这个英雄确实你选出来前期去跟他打对线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是的。然后桑杰队这边的话，其实他们在发育路这一条线上强度也特别的高，然后主要是前期要去围绕着这个夺捡，然后去做一些事情。就如果打开一个缺口的话，是有机会能够就是打到对方野区的。但前提是要看一下 HBSE 这边给不给他们这个机会，因为 HBSE 这边一旦是拿到优势，压力也大。桑杰队这边压力特别大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作为全球赛道 Nova 他们在对阵 WST 第2局的那个表现，前期疯狂的入侵对方的野区，正方形打野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拼运营这是我的短板，我可能拼不过你，但是我要拼手法，拼阵容的强度是可以拼的，那我就抓住这个优势，我前期就要进你野区去掠夺更多的一个资源。但可能做的比较差的地方就在于多人分摊了这个经济经验，导致他们在中后期的发力是不足的。但 HBSE 他们作为自己赛道的一个冠军队伍，他们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是比 Nova 要更强的，这也是我们更加值得期待的一点。看他们这套一个强进攻的一个组合，前期会不会频繁入侵到桑杰队的野区？对，尤其是就是2支队伍都在就是上来第一把，其实是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，然后这种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会突发奇想来一招奇招。对的，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双方确实之前是没有机会去约到训练赛嘛。同时要注意的是 HBSE 选择的司空阵，
沈梦溪在他们自己本身的比赛服当中是没有的，所以他们是经过了1个星期的训练练成的这2个英雄。看一下这一把，这把其实从开局啊，我感觉两边就已经开始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摩擦，对吧？是因为强度确实都是前期强度特别高的。期待一下桑杰队这边他们在补枪之后在挑杯的表现，能不能顶住 KSC 冠军给到的压力？是。但这个压力，说实话，对于他们来讲，也不一定是压力，说不定更兴奋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进入到双方第1局对决，蓝色方 HBSE， 红色方桑杰队。大家好，我是本场解说机器。大家好，我是雨雨。看一下这个开局啊，老虎这个上来先抢了一个河道的位置，看一下，不露视野。啊，这个位置是正常回去了，中开。你看这个开局，对，策划的就挺好的。上来老虎是比对方的杨戬先多吃一波线，然后同时再去刷野区，然后这样还可以第一时间解放一下自己的这个中路，然后猫就可以跑到对方野区去骚扰一下对方的打野。小雨的戈亚心率刚刚也是比较高的120多。下路这个苏烈加个敖影强度确实高也拿到了红盾。上了位置，猫过来帮一波，但是被被赤煞打的有点痛。司空震是选择了自己家的赤甲。赤煞其实这个版本它的强度是很高的，而且在就是 BP 上它的意义也是特别大的。它可以选择直接1抢出来，因为它可以当做一个摇摆位去用。对，但是他们国际服是没有赤煞这个英雄的，对，他们自己要练，而且还要熟悉这个英雄怎么去打，难度还是比较大。对，打赤煞记住一个关键点。于宇老师请说。赤煞只要不出电刀啊，那问题就不大。但他出了电刀之后，你就不要跟他乱来，就不要惹他。可以喊队友一起去抓他，但不要跟他单挑。但是桑杰队这边的话，这感觉确实是围绕的下半图去打的，那说明小雨这名选手啊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就是这个优先级挺高的，对，特别高。他们前期这个布局确实是围绕着这个下路去做的，但是你第一波的这个红损就是又拿不到，因为对方的强度太高了。而且他们是朵莉亚辅助嘛，是没有河道视野权的，转线没有那么好转。苏烈已经提前和老虎一起下来，把对面的赤甲拿到，一起吃线。老虎这个英雄前期打架的频率其实并不是很高，这英雄主要是刷经济，然后边带给压力。感觉 HBSE 这边也是喜欢往发育路去走啊，现在对，感觉风格上是有一点变化的。而他们前期是没有去打强进攻的，对于自己这个阵容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，就看他们中期团战怎么处理了。是这样，你硬发育的话，对于老虎来讲刷的是很快的。敖影是确实也吃发育，司空震吃发育。老虎也要刷，然后桑杰队这边的话，赤煞、杨戬、嬴政、戈亚，其实他也不怕拖的。对，看这波就是杨戬有法天象地，但是好像是被消耗出来了，因为刚在野区的时候，沈梦溪是直接一个大上去，确实是打出来了，所以说这一波杨戬是没有法天象地的，尽可能要叠一下了。继续3人爆中抢中线。这2波看到桑杰队对中线还是比较看重的，是给这个野区的小野怪做一个压力，去抢小野怪了。哇，这下路卡线很稳啊，因为第一时间队友没办法是往下路靠的，而且 HBSE 这边小野拿的很多，确实是拿的很多，而且他们这个连续2波了，也是看他们的动向都是往发育路来的。中线只留猫一个人清线，那这波 HBSE 要小心被包，选择从自己家野区绕着走。这目前看来他们的打法有一点固定。对，就是两边都是围绕着发育路这边半途去打。对的。然后看这条龙是，还是桑杰队控到。这果断啊，对于夜雨拿到的。是他们桑杰队对于这个龙时间点的把控确实是更加的精准一点。这时间一到，他们就已经把河道给抢下来了，然后直接秒开。然后这波开完之后呢，回到自己家的野区进行下一波的刷资源。但两边其实
感觉挺稳的，但是 HBSE 这边有想法呀，想起选择下路节奏，推，而且成功推掉了。是，哇，这波机会抓得很好，就刚好是这个夜雨啊，他的杨戬是回去杀红区的时候，然后中路清完线，立马就往下路切，这个节奏是起的特别好的。前面说 HBS 一直打下的这个节奏很明显，但桑杰队一直爆中的节奏其实也很明显，就互相有预判到了。好，但是桑杰队这下路来呀，边只有2也要个人。反呀，苏烈大招直接拍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看所以要能不能顶推回来但是要掉一个被动的感觉啊。是这个被动肯定是要掉的。传送下来，保一下点灯，哇，这把下塔个强行保住了，且老虎在上路位置把边外塔偷了。很亏呀。啊，桑杰队这一波就是要考虑，就是下路强起节奏。那你强起节奏的话，人员布置肯定是往下路靠的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 HBSE 这边打野直接跑到上路去单开了一波，哇，这个防御塔直接被拿下。你下路又没推掉，然后同时上路的防御塔还掉了。就5分半这个时间，HBS 经济领先了1000，杨戬狗了上去，什么有点危22险拆一下，嬴政大招也接一下。这波少点伤害，差一点就杨戬是被直接打掉了。敖尹现在装备还没起来，包括现在赤叉也还没出山，所以这两边都有一个关键英雄还没站出来。目前前期主要还是运营，但 HBSE 还是看起来更胜一筹啊。两边就是有点，就是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节奏吧。对，看一下，怎么说这个蓝区有想法了，因为下塔已经推掉了。我是感觉三杰队这边打的有点怂了，就他们可以主动那个找机会，然后去跟对面去对抗一下，因为你这个罗杰选出来，还有个嬴政什么的，戈亚，就是下半图的前期强度是很高的，对，没必要跟对方这种求稳。好像在主动过去找人了，但 JR 也挺稳的。就司空震一个人好像管不了这个下2啊，要强拆。老虎也是选择直接上去跟你换2塔。对你推下我推上嘛，换嘛。就司空震要注意不要被强开了。对，但是要看一下 HBSE 这边可以考虑一下卡。哎，苏烈的这个位置，应该有猜到河道是有人的。夜雨先过去看，被点到墙上，沈木希一颗雷打了半血，把杨戬大招打了出来。这一波，多雷再刷个大。怎么说？戈亚再交个大招，但这波没有把任何人留下来。目前经济一直是保持在1000左右 ，HBSE 是在这个阶段开始频繁和桑杰队换节奏，避免正面的一个对抗，然后想尽办法去打到一个好的绕后位，再和对面进行开团。桑杰队现在抱得非常紧，继续来抢中线，也是护赤叉清上线，苏烈这个大。空掉了杨戬，狗了上去，嬴政大招和杨戬大招都上了，老虎扑了上去，但是差一丝血，司空震绕后还是把嬴政给切掉了。这是一个老虎和嬴政的互换，赤叉来了，但正面团战已经打完了，往后撤了。来了，但是团战已经结束了。哇，这感觉确实啊 ，HBSE 这边打的是挺聪明的。哇，这一颗雷打得很凶，打野不在情况下也要去跟你红区对抗一下，这个红没给戈亚，他们其实已经赚了。看这波团战，杨戬上去，老虎从侧面的一个空隙当中找到了嬴政，然后司空震一个绕号，好像是有一个提前量的沟通的，配合很好，确实是有点提前量的。这条龙夜雨拿到了，大招要被留，走到肯定要掉了，没换掉，苏烈的被动被打出来，嬴政大招再扫，但现在嬴政的伤害不算是很高，但是。三杰队再这么打下去有点难打呀，那后续对面的这个敖尹啊、司空震啊，其实都很舒服，强度是有点高的。是的，就是同级别的一个对抗是没有挑战者祝福的。对，就其实他们这2支队伍就是拼硬实力。对的。这个打成什么样都不好说，但是就是因为三杰队他们前期不是很敢强行去对抗，然后导致自己的这个比较强的时间点度过了，同时你在打野位上面的经济你又刷不过对方，越打越劣势。是啊，没有想到 HBSE 他不是如我们预想的去和对面前期猛攻，
而是去运营，且运营目前看起来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，还是挺完美的一个运营节奏的。对 ，HBSE 这边的打野其实很灵活，他其实这个对于老虎的理解挺好的，就他正面其实起不了节奏的情况下，他会很聪明的跑到这个边路去带。 然后去给到对方的一个边塔的压力。打什么131，老虎扑进去，把这个红 buff 给反到了，但是赤茶伤害非常高，老虎这边 solo 打不过，拿了红自己倒了。哇，这个就是赤茶这个英雄，说实话，就是他有电刀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末世，这波还有个这个血魔，强度太高了。主要他们在自己的版本当中是没有赤茶这个英雄的，可能对这个英雄强度。 这个伤害的判断有一些失误了，哎，苏烈这边闪现开的非常不错，再点上墙，配合他敖影收掉小雨的这个戈亚，四宫阵位置不错，四宫阵位置也在往前追，收掉一阵再点越塔，在2连击破，射一个夜雨，狗进去往前跑，但 HBS 一直在往前追，赤叉也在接应。 哎呀，赤叉这边可以先蹲接一下，感觉可以打1，明明追一个，怎么突然出现2个？赤叉要收割了吗？什么戏啊？赶紧往后逃！被控了一下，苏烈兵甲冰一下，老虎来了，要报仇了，啃下这个头。好，看一下敖影这边在干嘛？这个在开黑豹了，开龙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要稳住啊，冷静。这个时候是要拿龙的节奏了，我看微微应该就这么在喊的。他这个别追了，是他们对于这个队友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。就正面一边在打，然后我可以放心的让队友去打，同时我自己把这条龙给接起来。哇，这支队伍，说实话，他们磨合的是特别好的。对。看一下这边。 对于3节队他们的处理，后续还是要多加注意一点了。这波红区，老虎过来给压力，继续进红。这个红 buff， 但苏烈这个位置要被打很多状态，要走。没有。史摩西这波消耗做的也还不错，杨戬这边也残了，开了大招回一口。司空卷已经把下路的线运好了，还能进蓝区。这个红进不了的话，直接进蓝也可以。 留不住，主要刚刚要是戈亚第一时间开大的话，是可以直接就是把苏烈给留下的，但是求稳。看一下下路司空这边是破完对方的2塔，然后又收下野区，这个经济差一下子越拉越大。中路2塔，其实对于 HBSE 来讲也可以进行下一波的推进。中推掉了。 HBSE 的这个节奏啊，打的3级队这边有点反应不过来呀。这中塔干掉，下线一进去，下路高地塔立马就掉，中路高地塔还被磨掉了。3级队他们这个确实啊，这个人员磨合程度上面是没有 HBSE 这边就是好的，就很明显感觉得到，就是3级队他们。 对于这个协防啊，然后以及这个布置做的是比较差的，然后同时 HBSE 这个方面就无限的去放大出来了。又开龙，这条龙拿下了杨戬，也狗了上去，开起来了，推回来一个。看一下。 往后司空这位置真不错，这个直接推了2、3个人啊，然后再一个人隔断4个，留杨戬一个人受到4人的一个群殴，1卡4，然后换一个，然后同时正面这个位置又能够收下对方一个，那司空阵1换2嘛，这样可以护着兵线上去把高地给推掉。如果能够找到下一波更好的机会，其实是可以打一波的。中路高地直接顶着拆了。是苏烈有被动的，可以考虑卖一波。 但是这个卖的为时有点早啊。再等波线。是。上路是有暗影之剑，有一条大龙兵的。但是对方的英雄马上快复活了，那得走了。13分钟的时间破了中上2路高地。6000经济差。回去再滚一波，差不多能够到8000左右。好，8000左右开下一条的这个黑豹。黑豹一开完，基本上就是打波团就结束了。 3级队这边真的这个想翻盘挺难的，得需要这个吃差这个点啊，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就是秀一波了。我感觉他是得要想尽办法冲到后排去，他不能打正面。哎，这波什么信号不错，敖影直接闪现过去开，把戈亚打成1丝血往后撤了。杨戬位置很尴尬呀。
我继续往前追，杨戬又是被迫脱节的位置，有红 buff 的司空震直接黏住点死，倒了一个。司空震现在是就练了1个星期啊，GR 这个司空震感觉熟练度挺高的。这苏烈也是，强度打的是很高的、很足的，这操作其实也是拉满的。其实感觉到 HBSE 这个辅助其实是打得特别好的。主要他本身在自己赛区就是打这种进攻服比较多的，包括他也会用张良这类的英雄去打节奏。主要是他们这个把毒控的特别好，对。然后其实这一整局啊打下来，基本上就老虎就是扑到对方野区去，没有算准对方这个吃叉这个英雄嘛，英雄的伤害就掉了一波。其实也没有特别多，就是能看到 HBSE 就是失误特别多的地方。所以说这一把三阶队他们的压力会这么的大。看一下3条龙的兵线都来了。3线齐进，小一波，苏烈这边想强开一波，想要开这个嬴政推回来了，嬴政到脸上交了一个闪现，还好有车支配往后撤，但正面队友这边稍微有点扛不住。杨戬这边把老虎打残，老虎换出了复活甲，等下波兵线嘛，但是也稍微有一点点远。这一波苏烈其实开的特别好，但是就是队友没有反应跟上。对，就是这个没跟上的话，就导致苏烈把自己卖在里面了，同时没有击杀掉对方的这个中路。还有就是萧煞的嬴政，他是有炽热的，他一个炽热触发之后交闪现还是退回到了比较安全的位置，是队友不好跟。主要是他推回来了，已经就是没有后续的伤害跟上，哪怕是敖乙的一个3火啊什么的。其实只要跟上了这一波，嬴政肯定是要掉的。这一波3阶队防守成功，感觉得搏一下了呀！这条龙要是继续给到对方的话，有点难打，而且兵线压力也是特别大的。但是你打的话，你肯定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直接果断开上去。对，杨戬先进去了，但是司空震是个绕后的夹位，和苏烈一起往后包，想要去找双 C。司空震大招去找的是嬴政，但是苏烈的位置提前先倒了老虎的复活甲，也被司空震把后排切掉，把嬴政先切掉，老虎一丝血先跑，但最终还在打，换了一个复活，差一丝，杨戬在草里有名刀，没办法。但最终敖乙闪现进草，把夜雨收掉。中路下路有兵线，沈墨熹在拖延时间，让老虎过去拆家。老虎的血量太低了，而且没名刀，没上好，这波出了一波兵线。是的，如果没这个兵线，感觉有机会。有机会，但是 HBSE 这边有2手准备嘛，第一时间让敖乙这个点在正面又把这个龙给开起来。对。他们这个分配做的是挺好的。真的配合的很好，因为他们在一起组队的时间也是非常久了嘛。但是上一波团战的话，有点着急了吧？就苏烈这个位置把自己卖进去，但是第一时间正面那个口子队友是上不了的，然后导致自己第一时间是先掉了。但这个司空震真的有点厉害，那一波把后排直接给切掉了。其实等于是司空震一个去卡了3、4个。但那位置第一时间可能还是有一些脱节了，位置有点太靠后了，因为桑杰队也是边打边往后撤的，这个团抱的也比较紧。看一下夜雨这个位置，但感觉他要这个状态又要被打下去了，上来就被打成半血。是，这个其实是桑杰队这一把问题比较大的地方。就是前期你没有去打一个野区对抗的进攻，然后后续你这个正面又站不住。上路虞姬这边也是不敢强行在外面去处理路线，这样拖下去就是桑杰队只能考虑后续的就是拼团了。这把桑杰队主要前期有点打得太拖了。夺捡没有打强，就是强行去打对抗的话，基本上就没用了。让 HBSE 运营起来了，中上线超级兵优势，
稍微还有这个大龙兵，这波看一下那个哲怎么去开东，西一颗雷，然后嬴政大招扫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歪，长度但是司很高空震的位置直接被赤叉给单秒掉了。苏烈强行拍2个掩护队友撤退，这个赤叉后期的伤害有点太高了。虞姬这波还是站出来了呀。那这波可以去把下路的兵线考虑带出去了，然后后续去搏这一波风暴龙，要么考虑找一波机会打个持续吊点也行，毕竟对方少了一个司空震，司空震不在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可以打的。看曹颖，这边打一有套机会秒吗？没机会，这一套技能打到了朵莉亚的身上，朵莉亚坦度还可以。杨戬第一个大招被打出来了，感觉可以打呀，对方掉一个司空震的情况下，想留，但是这个阵容有点不太好留，嬴政大招扫的角度还是歪了一点。那这样的话，自己的状态也被打下去了，然后同时下路的兵线又被对方给运掉了。哎，老五要碰到赤叉了，老五这次穆桑一看到赤叉就想跑，但是被拴住了，跑不了呀。赤叉这个英雄太强了。是。这波杨戬有时候队友稍微有一点脱节了，直接被收下，双方各打一个打野吊点。这个其实是三阶队这边做的比较差的一个点吧，正面和就是带线的一个协调做的有点差。你带线边去找对方去单挑去了，还把对方给杀掉了，你正面怎么可能会掉呢？闪现过去，这边又秒掉了，大招在走，很敢打呀，微微。哇，这一波真的是纯靠个人的操作，找到一个机会上直接秒一个。那其实虞姬干了一波，哇，1打2，1打2，差一点击杀掉司空震，但是苏烈推了一下，拆了一手神魔吸过来，伤害给上，虞姬这边倒了，这波倒的2个人都很亏，且现在兵线劣势，这条风暴龙王很有可能会让 HBSE 直接拿下了。三阶队这一把，这个打到这个时间点，就有点不像一个团队了。对的，就他们打得很零散，然后各打各的了。现在开始，虽然说雨季也在就是自己的这个个人实力上面啊，就是能找到一些机会去打，但是整体就是他们打不到一块去。但其实反观 HBSE 这边，虽然说这个。Sunking 他们虽然说就是面对到这个吃叉，他没办法，但是确实这个整体打的是很好的。杨戬先一套打老虎身上，老虎跳走，朵莉亚又有点吃不住伤害，差点被秒，直接位移往后撤。但是这个兵线进来，直接点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HBSE 拿下第1局比赛胜利。哇，这一局让我们看到来自全球赛道 KSC 的冠军 HBSE，他们这个。